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瑞。那我之前的视频呢，分享了我离开加拿大开始旅居的决定，然后收到了不少观众的一些疑问。你比如，我加拿大的房子怎么办？收入怎么办？身份的问题，会在马来西亚投资吗？会在马来西亚买房吗？会考虑他的第二家园政策吗？甚至包含小孩的教育问题，以及具体到现在的租金和花费多少？为什么不回中国？我到底是不是标题党？是不是再也不回加拿大了？等等等等。那这个视频呢，我就来回答这些问题。视频最后呢，我想分享一些我关于旅居的一点感悟，希望能够给你启发。那首先第一个要回答的就是很多人在视频下面问的孩子的教育问题。那真的很抱歉，我现在还没有孩子。我之前视频里出现的孩子是我姐姐的，所以如果你觉得我没有孩子，我的想法对你没有参考，那你可以直接关掉这个视频。其实关于孩子的问题呢，很多人会有争议啊。那我有我的想法，那视频最后呢，我会简单的聊一聊。第二个问题，那我加拿大的房子怎么处理？那我加拿大呢有2套房产，一套自住，一套投资。那自住房现在是空着的状态。那我的好朋友呢会时不时的去看一下。那我也可以远程监控以及控制家里的那个温度啊，保证冬天水管不被冻爆。我不担心家里进贼，因为我家里没啥值钱的。那自住房呢，我未来会考虑卖掉，换成一个投资，或者换成更小的房子，或者在加拿大换个地方。那至于为什么，我们一会儿聊到这个身份的问题的时候再说啊。那现在就说说我的 Airbnb 的投资房。那这个投资房我是不会卖的，因为它是个优质资产。关于它如何优质，你可以看我之前的相关视频。那你可能会问我如何远程操控呢？那在过去的1年里啊，我已经把这套远程操控的系统打造好了，几乎全部自动化。目的就是等今天这一天呢，能够让我放心的离开。那房子跟客人出现任何问题都不需要我亲自出现。那我使用的并不是所谓的管家服务啊，因为我们这里的管家服务会收取销售额的20%到30%，基本上大部分利润都会被他们赚走，回报率还不如长租房。所以我的系统啊跟合作伙伴是我自己的，因为各地市场不同呢，这里我就不详细展开了啊。那既然提到了投资房，那我们就来聊聊我旅居时的收入怎么办。那很显然啊，我现在做自媒体是不受地域的限制的，那我收入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。实际上，不仅没有负面影响，这会增加我的收入，因为我的话题会更广啊，能拍的东西会更多。但是就算没有自媒体啊，对我来说收入也不是问题。你比如，我现在住的这个 Airbnb， 那总共47天，花费是2441加币，大概马币是7555，人民币是12346。那平均一晚上就是52加币，160马币，258人民币。那我知道有人可能觉得我花的有点贵了，有点亏。那为什么花这么多呢？一会儿再说。那现在就单单说，这个房租加上我们吃饭等所有的开销啊，光靠我们 Airbnb 的收入就绰绰有余了。你比如我住的 Airbnb 一晚上51加币，那我加拿大的 Airbnb 一晚上收客人大概是500多加币一晚，10倍这里的支出。那当然这是我们旺季的价格，那我们旺季1年将近5个月，基本每天都租出去，剩下的几个月的收入大概是旺季的1/2。因为我们的投资房没有贷款，那除去清洁、管理等费用，那剩下的钱也足够我们旅居了。那当然这些只是我的被动收入了，那我的自媒体收入大概是被动收入的10倍。那我的自住房呢还有一点贷款，但是我的现金储备呢是房贷的5倍多，所以旅居啊对我们没有任何的经济压力，而且大概率会增加我的收入。那我说这些啊，就是想说旅居对我来说是做了长时间的财务规划的，它不是一个拍脑门的行动。那上个视频里有个观众留言特别有意思啊，他说无论你跑到哪里都得给加拿大交税。那他说的没错。那接下来我就聊聊身份和它带来的一系列税务和财务规划的问题。不过在此之前我还想说一下投资啊。那我们除了民宿的投资，还有长期投资标普500和特斯拉股票，那他们的价值呢远超我的自住房加投资房，所以时刻管理我们的投资是很重要的。那我使用的投资券商呢是 Interactive Brokers， 那 IB 也是这个频道的长期合作伙伴啦，感谢他们对这支影片的支持。那 IB 是全球很知名的券商了，感兴趣的观众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，更加深入的了解一下他们。你点击链接呢，我会有收入，那这也算是对我的支持了。那为了节省大家时间啊，我这里就简单说下3个我用 IB 的原因。第一，它换汇真的很方便，换汇的这个汇率啊非常有竞争力，很适合美国以外的人投资美股。第二，它给符合要求的账户里的现金啊支付有竞争力的利息，这对我就很合适啊。我可以先把现金放在那儿，等待投资机会的时候呢，同时赚利息。
第三，它的功能非常强大。那这次在我来亚洲后呢，感受特别明显，因为时差问题，我就没办法时刻盯盘。IB 提供一系列的工具和逻辑，能够让它自己的交易根据条件自动化。当然 IB 的交易费率也很低，甚至可以低到忽略不计。所以如果你感兴趣，请点击描述区的链接查看。那你点击我会有收益，感谢大家的支持了。那我们现在就回到这个身份和税务的问题。对。无论我跑到地球的什么地方，我都要给加拿大交税。那来亚洲之前呢，我专门约我的会计咨询了一下午。那以我的资产情况，想申请加拿大的非税务居民，切断和加拿大的经济纽带是不现实的，除非我把所有的资产，包括我退休账户里的资产全都卖掉。如果这样做，我的损失要远大于收益。所以会计跟我的结论就是，至少在未来几年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，高高兴兴的把全球收入给加拿大交税就行。那这一点我接受，所以我的建议是如果你也在加拿大，想未来换一个地方，收入和税务方面呢，你还是要提早全面规划的，一定要咨询自己的会计。那我不是专家，我的分享不是投资或者税务建议。那下面这个问题，我会考虑马来西亚的第二家园计划吗？会在马来西亚买房或者投资吗？我的答案是：一，我暂时不考虑马来西亚的第二家园；第二，我没有计划在马来西亚购置自住房。实际上，我不计划在除了加拿大以外的任何国家购买自住房。注意，我说的是自住房，不是投资房。第三，我会考虑在马来西亚投资的可能性。那我说一下原因首先这跟我旅居的初心有关。我之所以旅居，就是不想让任何地方困住我，在自己还有机会和能力的时候，换个活法，探索世界，认识更多的人和创造新的机会。所以灵活性对我很重要。那自住房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就是个累赘，更加是负债。你想象一下，假如我加拿大的房子是个豪宅，里面放满了豪车和昂贵的收藏品，那我旅居所要付出的经济和心理上的压力要很多。所以加拿大的自住房就已经够累赘了，我不会在其他的任何国家买个自住房让自己操心。那马来西亚的第二家园的要求你必须买房，所以我不考虑。那另外虽然我在旅居，但我不认为自己是数字游民。那我更喜欢在一个地方安静的住上一大段时间，而不是时刻的在移动搬来搬去。你比如这次在马来西亚，我会居住将近50天，而且是住在同一个 Airbnb 里。那建立一个稳定的 routine 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，我需要能够 focus。第二，虽然是旅居我对旅游没太大的兴趣。现在在吉隆坡已经10天左右了，我们就只去了一次博物馆。旅游对我们来说就是偶尔放松，但不是追求。我们更追求内心的平静和专注。那这就能回答为啥我住在这同一个 Airbnb 里，在吉隆坡的市中心，并花费相对较贵的租金。因为我追求旅居中的稳定和方便。如果这个地方能够让我安心工作生活，去哪儿都方便，有良好的设施，能够健身锻炼身体，能让我拍视频有个不错的环境，那多花的每一分钱对我来说都是值得的，也能够给我带来更多的收益。这就是为啥我要在加拿大保留一个 base， 等我探索的累了，或者觉得旅居不适合我，那我还有个地方可以回去。那另外有人问我，你为啥不回国呀？那如果你仔细看上个视频的话，我在国内陪家人已经2个多月了，而且我们计划4月份带我的父母去旅游，夏天带我太太的父母去加拿大度假。那我长时间离开加拿大的目的之一就是能有更多的时间陪家人。我已经在这样做了，而且为了有更多的机会去见家人我们正在装修天津的一套老房子，作为我们中国的基地。那这样我们就可以需要陪家人的时候专心的在中国陪家人，那想要独处专注的时候，你就从中国出发飞到别的国家。那我会在马来西亚长期居住并在这里打造个 base 吗？那现在做这个判断还有点太早，我需要多体验和考察。那截止到目前，我对这里的印象非常的好，可以确定未来会经常的来。所以我会在这次离开之后做一个体验的分享。那到时候再给大家做个 room tour， 分享我居住的具体的地点。第三，不在马来西亚或者其他国家买自住房，还有经济上的考量，因为本质上并不划算。如果只是为了暂时的居住，那么租房更合适。我不觉得这一点有什么可讨论的。我只想说那些想在世界各地都拥有自己的度假屋的想法，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财务上不成熟的幻想。我在加拿大落基山里就有度假屋，但我1年住在那儿超不过1个礼拜，它对我是投资，不是消费。当然，如果你决定在一个地方长期的居住，那买房是可以考虑的。但是即使是这样，也存在到底是买合适还是租合适的争论。那这里我们就不进一步展开了
对我来说，自住房，尤其是短期的这种自住房呢，租更合适。这就是为啥我考虑把加拿大的自住房置换成一个投资房，因为它现在这么放着有点浪费。这样做之后呢，我就有更多的选择，比如我会有投资收益和现金流。那如果我需要在加拿大有自住房，那投资房变成自住房就行。那这样我就不会被房地产市场甩下车。那如果我想在加拿大租房呢，那我投资房的收益也可以保证我租得起房。那这些都只是想法了，这取决于我旅居的体验和未来生活的变数。那我知道有人会说买房子本身就是投资啊，因为长期房价会涨起来呀。那好，我们现在就来聊聊投资。首先，房地产投资，那房价长期一定会涨，它并不是客观事实，至少不符合所有的市场。那房地产投资呢，你必须得是 case by case。那其次这个房地产市场它是有周期性的，你不知道未来你在想卖的时候是不是正好处在高点。第三，房地产对我来说它有2点要求，它首先必须要有正向的现金流，能够自己养活自己，有好的回报率。其次它的买入价必须得便宜，低于它的 fair value， 保证我未来大概率能升值。所以如果马来西亚或者其他任何地区我发现有房子符合这个标准，我会考虑投资，但是这绝对不是自住房。那我的原则是，除非有特别好的 deal， 我不轻易的去投资房产。那关于实体投资呢，我是会考虑的。那这也是我旅居的一个附带的任务，我会去见一见这里的朋友，多做一些考察。那我投资实体生意的原则跟我投资股票和房地产呢，实际上多少有点类似。那具体的原则以后的视频再分享。好，下一个问题，我到底还回不回加拿大了？是不是标题党？包括我所说的这个逃离，是不是有点耸人听闻了？那我未来的计划是尽量减少在加拿大的时间，可能夏天居住4个月，剩下的8个月都在别的地方。那如果你认为离开加拿大是1天都不在加拿大待，那么你可以说我是标题党。但是我没那么极端，我更倾向于把这4个月当成我在加拿大的旅居。那其实这个讨论就涉及到旅居的深层含义了。选择旅居本来就是追求灵活，狡兔3窟，所以旅居的人不应该走极端。如果我发现旅居不合适，或者身体不行了，那该回去就回去。那实际上我身体的状况需要我回去见加拿大医生。那这次出来开了半年的药，装了半个行李箱。那提到这个健康我的旅居都是买的商业的旅行保险，因为我有心脏病，所以不排除保险公司拒赔的可能。虽然我现在的状况稳定，符合旅行保险的购买条件。所以为此我做好了财务和心理上的准备。那我知道有人会说你凭啥3窟？更可恨的是你是个狡猾的兔子。那狡兔3窟是有代价的。我刚才说了，我做了长时间的准备，我全球收入都要给加拿大纳税，我的大部分资产也都在加拿大。那这是我接受的社会契约。那当然这个社会契约里也包含了迁徙的自由，所以谁搬到哪儿都是无可厚非的。那我之所以说逃离，是因为我确实感到被困住了，有些窒息。但这不代表加拿大就是个坏地方，或者说对它的全面的否定。我不否认现在加拿大面临很多挑战，但我的旅居更加是我自己的原因。我也相信加拿大未来会变得更好。那最后我想说下旅居这个话题引发的一点感悟其实你也看到了，这个旅居表面上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充满英雄主义的突然的决定，但背后都存在长时间的准备、尝试、努力以及未来的不确定性。有人说你之所以能这么做，是因为你没有孩子。对，没孩子绝对让我这个决策少了一些顾虑，所以我更加尊敬屏幕前的家长们。我一直坚信人生中你得到一些东西，你就会失去一些东西。那旅居这件事也一样，它是个个人决策，我们其实没办法比较。此刻旅居适合我，就不一定适合你。我旅居了，就不代表你一定要旅居。我现在旅居，不代表我将来就不会定居。我刚离开加拿大，不代表你就不应该去加拿大。我更愿意把我们的不同看成人生季节的不同。那没孩子的时候是一个季节，有孩子的时候是一个季节，离开、移民、旅居是一个季节，安居乐业、享受天伦之乐是一个季节，搞钱创业是一个季节，专注内心健康和关系是一个季节。很多时候没有必要去比较，更不要 FOMO， 觉得自己错过了什么。我们只要意识到自己处在不同的季节，忠于内心，努力在自己的季节里开花结果就可以了。那提到人生的季节我们3月一口新饭社群的主题就是人生的不同季节和5种财富。那我们会去共同阅读《The 5 Types of Wealth》这本书。
那线上和线下的聚会呢，也会讨论同样的话题。那如果你感兴趣，欢迎你的加入。当然，我未来也会在频道里分享这本书和我的感悟。好，那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